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白鹿深夜暗諷老闆於正，父女情破裂還是精心炒作？網友炸鍋了，白鹿騙你就騙你了，引爆輿論風暴。是職場覺醒的勝利宣言，還是一場精心計算的娛樂圈合謀？一句騙你就騙你了，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浪？當這7個字從白鹿口中輕描淡寫地拋出時，或許連他自己都未必預料到，他會在娛樂圈和輿論場同時炸響，像一枚精準落入深水區的炸彈，瞬間撕開了明星與老闆之間那層長期被包裝成親情恩情陪伴的溫情外衣。有人熱血沸騰，稱之為內娛史詩級反 PUA 現場；有人憤怒失望，指責他人洪望本忘恩負義；也有人冷眼旁觀，篤定這不過是一場早就寫好劇本的流量共謀。一時間，白鹿與於正之間那段被反覆講述的父女情，成了被全民審視、拆解、質疑的對象。而這場風波，也早已不只是兩個人的情緒對峙，而是一場關於權力、感恩、獨立、資本與人設的公開討論。7個字，為何能刺破整個娛樂圈？騙你就騙你了。如果單看字面，像極了朋友間的玩笑，甚至帶着幾分輕鬆調侃。但問題在於，說這句話的人是白鹿，被指向的人是於正，發生的語境是合約、資源、話語權與去留的敏感節點。在娛樂圈，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它是權力的延伸，是態度的宣告，更是立場的亮相。於正是誰？是以敢說護短家庭式管理著稱的金牌制作人，是多次公開強調我把藝人當孩子的典型老闆代表，也是娛樂圈最擅長用情感敘事綁定藝人的資本人物之一。而白鹿呢？從默默無聞的新人到一線小花，她的成長路徑幾乎完整嵌套在歡娛影視的體系之中。正因如此，這7個字才顯得格外刺眼。它不只是對白鹿個人情緒的表達，更像是對一種長期存在的關係模式的直接否定。支持者眼中，這是一次漂亮的職場反殺。在年輕網友看來，白鹿的回應堪稱教科書級別。他沒有歇斯底里，沒有撕破臉皮，更沒有寫小作文控訴過往不公，他只是用一句看似輕飄的玩笑話，完成了對情感綁架的徹底拆解。你說情分，我談邊界；你用溫情，我用現實。雙引號。在支持者眼中，於正反覆強調的父女情來去自由，本身就是一種極具迷惑性的老闆話術。這種話術的核心在於模糊商業關係，強化情感義務，讓藝人在心理上始終處於欠人情、不好意思拒絕的狀態。當公司資源開始傾斜，當新人被緊急扶持，當舊有承諾變得模糊不清，藝人卻仍被要求懂事感恩講情義。白鹿的那句騙你就騙你了，恰恰是對這一套話術的祛魅。他傳遞的潛台詞是：別再用親情包裝博弈，我們本來就該站在平等的談判桌上。在這個意義上，她被視為內娛少見的活人，一個敢於承認博弈、直面現實、不再配合演戲的職業女性。反對者視角，這不是清醒，是忘本。但另一邊的聲音同樣尖銳。在反對者看來，白鹿此舉不僅不體面，甚至稱得上刻薄。沒有歡娛的資源托舉，沒有於正的力捧，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階層躍遷。從招搖周生如故到多部大制作女主，他享受的是公司體系中最核心的紅利。商業合作可以談，合約可以算，但情分不該被如此輕描淡寫地抹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看來，把內部博弈公之於眾，本身就是一種輿論施壓。明星擁有巨大的話語權和粉絲基礎，
一句帶有情緒色彩的表態，很容易引導大眾對老闆進行道德審判。這種把私事變成公共議題的方式，被認為並不光彩。在這一視角下，白鹿不是真性情，而是情商不足；不是獨立宣言，而是翅膀硬了後的翻臉不認人。4. 更冷靜的第三種解讀，所有人都在演戲。當情緒退潮，一種更冷靜也更殘酷的判斷浮出水面。也許這從頭到尾就是一場默契十足的炒作。於正需要什麼？話題、討論度、存在感。白鹿需要什麼？從公司女主向獨立大女主過渡的人設升級，一場旗下藝人公開回對老闆的戲碼，既滿足了大眾對衝突的窺視慾，也精準踩中了當下年輕人最敏感的議題：職場壓迫、情感剝削、女性獨立。熱搜有了，立場分化有了，爭議持續發酵，所有人都贏了。除了誰？除了那些被情緒裹挾、認真站隊、真情實感投入的普通觀眾。5. 爭議的真正核心，我們在期待什麼樣的明星？這場風波之所以引發巨大討論，並不是因為白鹿或於正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為它精準擊中了一個時代性的矛盾。我們一邊厭倦被精心包裝、永遠滴水不漏的完美偶像，一邊又無法完全接受明星對傳統美德的公開冒犯。我們為真性情鼓掌，卻又在看到不感恩時感到不安。說到底，這不是白鹿的選擇題，而是我們的價值選擇題。是更認同清晰邊界、利益透明的現代職場邏輯，還是更看重飲水思源、人情往來的傳統倫理？結語：沒有標準答案，但你一定已經站隊。白鹿和於正的這場暗戰，不會有官方結論，也不會有真正的輸贏，但它已經完成了一件事，它逼迫每一個圍觀者重新思考自己對成功、感恩、獨立的定義。你支持誰，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這場爭論中看見了怎樣的自己。那麼，你站在哪一邊？A. 支持白鹿，對情感綁架說不，是新時代職場女性的清醒與勇氣。B. 支持於正，不忘來路，懂得感恩，才是立身之本。C. 看透一切，這不過是一場精心計算的流量遊戲。答案或許早就在你心裡。